林不疑这个逆贼，弑父弄兵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罪无可恕。你若不束手就擒，就不要怪我了。别杀了，这是我一人所行之劳，同行之人不该怨我。好，既你从未把我当成同行之人，那我问你，我与你，在你母亲临危前孽必为盟，算作是什么？我说过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不必怕，我与你同生共死。别无选择，你不该来的。可是我还是来了，陈家上下全为救你而来。你说你自小不曾被真心疼爱过，我来疼爱你了。你说你喜欢烟火气，我嫁人给你了，为何此时此刻你就不能放下仇恨，好好为我想想？少少，与你只是15年前的一场家国仇恨，与我那是亲眼所见，压在我心头数年的血海深仇。你可知我每日睡去，耳边皆是孤城亡魂的声音。眼前皆是父母兄弟惨死在面前的血肉残状。这一切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我放不下，我也不会放下。少少，我自知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但我现已是天下罪人。唯有死，才不会连累你，连累你们全家。林不疑，若你今日敢弃我一人，我陈少韶对天起誓，此生此世绝不冤有，生生世世也绝不冤有。我从不敢奢望你冤有，陈少商，你我缘分已尽。来呀，打鼓！左右与我听命，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。是。少商，好好活着。对不起。
我一步步行至今日。只要能替霍氏报仇，我死而无憾。还有。 记住我，我不姓林，我姓霍。上。不该来的。你究竟是谁？无疑，还是皇武生？无论我是谁，我对你的心都不会变。为何要在今日？为何你就是不肯告诉我？因为满族屠戮之仇，非报不可。少商，依我婚期已定，后日你我一旦成婚，我再来报仇，定牵连程氏满门。
我一人做事，我一人担。我不会让程氏为我所害。凌不疑擅斗虎符，调乱军法，意图谋反，罪无可赦。今日胆敢迈出此门一步，杀无赦！是。少少，我非要退转了。我自己做的过错，我自会去抵命。你我从此诀别，永不再见。少主公，活着。凌不疑，你私动军法，我等特来拿您归案。我再敢动一步，杀无赦！凌不疑，敢抗旨！再敢上前，万箭齐发，取你性命！杀！
干得好，不愧是我诚实的女儿。娘娘，快跑，快跑啊！你们还愣什么？还不快追！侯爷，前来祝寿的林氏族人都已安顿好了。子胜这些年来不惜违背圣上的意愿，宁愿背负不孝之子的骂名，也不肯回家。侯爷，你说这回他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呢？还不是因为霍君华那个蠢妇在世的时候阻碍我们父子相见，不得共享天伦。这个疯女人心真够狠，死了便是。如果她不死，子胜也不会认我这个阿福。这一天，我等了15年了，日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人离间我们父子。妾有些心慌。昨日子胜看侯爷的眼神可怕得很，我担心君华姐姐已经跟他讲了，你多年前在孤城就做过。我做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。我告诉你，林不疑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他现在想回家，就让他回家。难不成我还要防备自己的儿子？缺少贤德，生不出儿子来，休想让我和你一起无子送终。你给我记住了，管好你这张嘴，日后再敢胡言乱语，我亲手送你下去，和霍建华团聚。侯爷，错了，真错。灵异啊，灵异！我好歹跟你做了10几年的夫妻，我全心全意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你竟然对我半点情意都不念。当年你原配妻子未能寻到，你就非要跟我成亲，我为此挨了多少的骂名？别人可以耻笑我、唾慢我，可唯独你不应该欺负我。当初我被霍君华追打，掉了孩子，弄得我至今无儿养老送终，这不是你造成的吗？你怎么可以亲手戳我这套伤疤呀？你真是猪狗不如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儿子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父子2人团聚吧。我也要为自己另寻个出路。
没想到霍夫人走得这般的快，圣上只能下旨，让你们在热孝期内完婚。一旦出了热孝，需要等上3年才能成亲，只怕那时候圣上的双眼都要望穿了。只是在热孝之内成亲，婚仪也不好太过铺排，委屈你了。皇后还想如何铺排？准备了这些多嫁妆，我屋子小，也不知是否能安置得下呢。你不是画了新宅的图纸吗？子胜正按那个图纸建新宅呢。放心，再多的嫁妆也放得下。别看了，今日他不会来。婚前夫妻不能见面，私下见面是不吉利的。你回家忍上几日，成亲之后朝夕相处，想如何见，便如何见。子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送送你。皇后说了，这段时日我们先不要见面，等成婚那日，我等你来接我。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子胜怎么这般的没出息？成亲以后，你每日都可看他。少商，快走吧。林不疑，你还是不肯与我说。
三娘子，这发冠可真好看。女公子，这身便是皇后挑选宫中最好的绣工，花了整整1个月为你绣的嫁衣，可真是太好看了。其实，大伯母也为你准备了一身婚服，可惜是用不上了。待到堂子出嫁之时，便能用上了。娘娘，那可是大伯母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堂子，我明白的，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患得患失的小女娘了。我进宫这些时日，家中得亏是由你来照料，我都不知该如何谢你。家中之事都是大伯母和青姨在照料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堂子又能干，又不居功，怪不得阿母如此喜欢你。如此一来也是最好，家中有堂子照料，阿母即便是失去一个女儿，也不会觉得太失落。娘娘，你不过是出嫁，又不是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，岂能说大伯母会失去你呢？女娘出嫁，便就是把半生悬挂于郎婿身上。若他遇险，我便也不回来了。将军，你要哭便哭，你这一喘一喘的，反倒让人憋起心慌。仁义，我可是真舍不得呀！差不多得了。指使将军驾临，不知情者还以为是讨债上门呢。娘娘，在你我身边不够1年，本想着多多补偿她，谁料想就这么快的嫁人了。我这个老父亲，一想到娘娘就要交给林不疑那个庶子，一从中来。好了，将军，后日才成亲呢。将军要不把这眼泪流一流，等到婚宴上哭给林不疑看，可如何？那我可不敢。再说，让兵哥看见多难为情啊！今日我要哭就哭个畅快，陈坤那日就能憋得住。夫人，你若有话对娘娘叮嘱，就今日督撤完吧，否则那日你我抱头痛哭，岂不丢脸？也不知怎的，妾这心中突突直跳。刚才娘娘在屋里说的话，句句都像辞别。女儿出嫁不就是辞别娘家吗？我知你不舍，日后若是想念，多叫她回来看看你我。元一啊，谢谢你为我生了3个儿郎，还有娘娘这般孝顺伶俐的女儿，你在为父心中是最好的心腹，最好的阿母。凌将军到。
城阳侯50大寿，我与霍夫人共备大礼，还请城阳侯笑纳。子胜，你这又是何意啊？此乃廷尉府大牢后院的花奖，城阳侯肯定还记得吧？毕竟前几日城阳侯才亲自给他送了3万钱，命其向彭坤的牢狱吹洒花瓣，令彭坤身亡。今日我将钱财与头颅一并奉还。不知这份贺礼，城阳侯可还满意？若不满意，我再带孤城3千亡魂助城阳侯活不过今日，卒年50，如何？袅袅不适了吗？婚礼当日要待许久，还是适应些好。没有适应的必要了。今日城阳侯设宴，子申会前往恭贺。莲芳，备份贺礼，让夫登送去城阳侯府。立刻，快！是。儿啊，你15年没回家了，今日回来，便要杀了为父吗？这些年我好生奇怪，总觉得抚养了别人的儿子，你不与为父同心同德不说，甚至还尊霍氏为先。是，我辜负了你阿母，林氏也比不上霍氏的功勋卓绝。但是你要看清楚，祖上的牌位啊，你到底是姓林，还是姓霍呀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真的想知道。哪怕为父今天死在你的刀下，也让为父死个明白呀！倘若我今日就是不想让你死得明白呢？放肆！谁让你们用剑指着我的儿子？儿啊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你和你阿母回来以后，不愿亲近为父，为父叫你回家，你也不肯。这都城上下都责怪你不孝啊。但是为父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你一直在跟我耍性子。你从小性格倔强，少言寡语，哎，你不知道随了谁。但是父子之间哪有那么多隔夜仇啊？儿啊，我想你不会真的想杀了阿福吧？啊？
儿啊，为父活了大半辈子了，难道不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？你若像阿父一样经历过那些重重鏖战，你就不会这么轻敌了。此刻，你不想与为父说明白吗？九泉之下，或是族人，自会跟你说明白。女公子，咱们的寿礼还未到朝阳侯府，就被府兵拦住了。他们说府中设宴，无请帖者不可入内。可是这朝阳侯府也怪，设宴竟然连丝竹之声都听不到，我就只好先回来了。果然如此。
袅袅啊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何处啊？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外面正宵禁，今夜军营换防，你可知是为什么？林不疑出事了，我必须要前往。袅袅，你不许出去。他若行为不妥，你差人告知宫中就是了，何必自己非要冒这个险呢？此事事关于他，我不能束手不管。袅袅，天大的事，自有帝后做主。袅袅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不足以改变一切，但人来世上一遭，总要拼命做些事情。站住！奉太子虎符令，前方城阳侯府戒严，尔等不得擅闯。娘娘，你只管往城阳侯府冲，而花木替你开路。尔等听着，有本事冲我来，爷爷与你们拼了！还不快走！你我父子一场，你杀我，便是弑父。圣上知道此事吗？你想过没有？天下人会怎么看此事？你就不怕被天下人唾弃吗？谁跟你父子一场？我的兄长阿离吗？那你怕是认错人了。
你的阿离早就被你给杀了，是你亲手打开城门，放敌军入城，将他挑在孤城城墙之上，你忘了吗？姑父大人。撒谎！我不信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你又是谁？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是你亲手杀了我父。自从我和姑母回到都城那日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终有一日我要取你性命。而那一天，就是今日。你不是阿离，名义上你一定是我儿子。你要敢擅自主张杀了我，你会递上一条命，谁也保不住你。雍王，小月侯，董坤，我一步步行至今日，只要能替霍氏报仇，我死而无憾。还有，记住，我不姓林，我姓霍。小上。
不该来的。你究竟是谁？林不疑，还是霍无伤？无论我是谁，我对你的心都不会变。为何要在今日？为何你就是不肯告诉我？因为满族屠戮之仇，我非报不可。少商，你我婚期已定，后日你我一旦成婚，我再来报仇，定牵连程氏满门。我一人做事，我一人担，我不会让程氏为我所害。凌不疑擅斗五福，调乱军阀，意图谋反，罪无可赦。今日胆敢迈出此门一步，杀无赦！是。少商，我没有退路了。我自己做的过错，我自会去抵命。你我从此诀别，永不再见。少主公，活着。
林不疑，私动军法，我等特来拿您归案。再敢动一步，杀不赦！不疑，敢抗旨！再敢上前，万箭齐发，取你性命！杀！干得好！不愧是我诚实的女儿。娘娘，快跑！快跑啊！你们还愣什么？还不快追！是！程娘子，林不疑这个逆贼，弑父弄兵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罪无可恕。你若不束手就擒，就不要怪我了。别杀了。这是我一人所行之路，偷行之人不该怨我。好，既你从未把我当成同行之人，那我问你，我与你，在你母亲临危前，你也必为盟，算作是什么？我说过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不必怕，我与你同生共死。
别无选择，你不该来的。可是我还是来了，陈家上下全为救你而来。你说你自小不曾被真心疼爱过，我来疼爱你了。你说你喜欢烟火气，我嫁人给你了。为何此时此刻你就不能放下仇恨，好好为我想想？少商，与你只是15年前的一场家国仇恨，与我，那是亲眼所见，压在我心头数年的血海深仇。你可知我每日水训，耳边皆是孤城亡魂的声云山，眼前皆是父母兄弟惨死在面前的血肉惨状。这一切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我放不下，我也不会放下。少商，我自知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但我现已是天下罪人，唯有死，才不会连累你，连累你们全家。林不疑，若你今日敢弃我一人，我陈少商对天起誓，此生此世绝不远游，人生世世也绝不远游。我从不敢奢望你远游，陈少商，你我缘分已尽。来呀，打工！左右与我听命，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。是。少商，好好活着。女公子，喝药。怎么办？这药怎么都喂不进去，怎么办？来，把他扶起来。林不疑这个庶子，可恨之极，让袅袅遭这罪，若非他跳崖了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女君，三皇子带着一群人冲进来了，说要立即带女公子走。外面不是有许多虎贲军看守吗？他又如何能闯进来？他说赶来者死，几乎是杀进来的。
什么？他们想带娘娘去何处？三皇子，三皇子，请自重。虽我程家因救林不疑被就地羁押，但是你也不能肆意的欺辱。里面是女娘的内寝，容不得外男随意乱闯。程夫人，多有得罪了。今日我必须要见到程少商，他若是不出来，我便不会离开的。三皇子，莫要欺人太甚。是你们欺人太甚了吧？子胜平日里待程娘子有多好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今日他无论如何都要再帮子胜一次。明明是他背信在先。我们程家对他仁至义尽，为了救他，我们不惜身陷囹圄。他是如何对袅袅的？是他先弃了袅袅。有我萧月依在，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子胜，子胜。你究竟是谁？林不疑，还是霍无伤？从今往后，若君不欺我，少商定不相负。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林不疑，你还是不可与我说。进我女儿屋内，尸体上跨过。子胜他还生死未卜，而程少商只是生病了而已，他又还没死，为何不能救他？那他死了吗？袅袅，程少商，让你失望了。其实没死，那便就是好事。三皇子在我程家耍威风，定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说。他如今犯下滔天大罪，弑父、弄兵、善用虎符。如今朝野震动，今日一早有18位重臣联名要弹劾他，要治他死罪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你有何法子？三皇子觉得他应该有何下场？亡命天涯，又或是隐姓埋名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他能逃到哪儿去？又或是日日盼着圣上100年之后，三皇子成就大事，他好再出来，在这样躲藏和隐秘中苟且偷生。我猜他宁肯是自己死了吧。他若是真的死了，便都怪罪在你的头上。他若真是死了，我便陪他一起，有何怕的？三皇子不必再说了，即便是今日你没来，我也会进宫一趟。袅袅，你身体还未痊愈，不能去。是啊，为那庶子
不值得，你管他死活的。阿母、阿父，宫里自有医官，你们不必担心。更何况，三皇子还等着我替他辩驳，又怎会让我有事？三皇子与子胜是何时成为至交好友的？那日在宴会塔，我撞见的人是你与子胜吧？是，我与子胜不像外人瞧见的那般不和。子胜刚进宫时，不小心被人戏弄落水，是我路过将他救起的。不是太子吗？还记得子胜刚刚进宫的时候，性格孤僻又不合群。其实我也是。从小性格孤僻，也不合群。那会儿正躲在那儿躲清静，我发现后就将他拉了上来。所以你跟他是从小时候就勾搭上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皇后与我母妃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为了与她避嫌也甚少来往。宴回塔那次，是舅父劝子胜辅佐于我，但他并未答应。你是怎么知道宴回塔那次是我的？那日他吃了杏仁膏，发烧，烧得有些意识模糊。我照顾他的时候，看到了我在宴会塔丢失的另外半枚玉佩。我在宴会塔的时候，听到是有2个人的声音，我便以为只有2人，但其实应是3人。而这第3个人就是子胜。你猜的一点也没错，子胜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你，他瞒着你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。你们还当真是蓄谋已久？他拿着太子殿下失落的虎符调兵，只怕此时太子的储君之位也是难保。我是不是应该恭贺三皇子？就快要得偿所愿了。子胜他并非真的想要连累，可他还是做了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。他既磊落，又阴晦；既骄横豪迈，又心思细腻。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救我，也可以不顾一切的背弃我。你真的有把握为子胜辩驳？我说过，他若活不了，我便给他抵命。现在大难临头，你倒好，条理分明，头脑清楚，像个局外人一样。你可知何为共同生死？何为关心则乱？我会酿酒，我能酿出全都城里最浓厚、最纯粹的酒水。我会造水车，我造的水车比江作坊造的更加灵巧简便，能省去30%的人力处理。我会垒窑烧瓦，我烧的瓦片跟宫里的瓦片一样坚固耐用，却能省掉1半的人力物力。有没有林不疑，我都是一个好好活着的女娘。我也有父母手足要顾，但不能因为我是个女娘，就因被人咄咄逼问，你郎需要死了，你以后不陪着去死。不能因为我是个女娘，就应该被始终蒙在鼓里，连自己郎婿姓甚名谁是何人我都不知道。
成婚前2日，我猜到了，我心里还在期许他能够告诉我。可如今呢，我不能愤慨，不能怨恨，因为我若是如此，我便就是薄情寡义、自私自利。你说他掏心掏肺待我，我也愿意剖开身体，将心肝肺拿出来让他看一看。我又岂是没有掏心掏肺的待他？他救我一命，我一命相报。若今日我救不回来，我便一命相抵，绝不贪生怕死。到若有一日我想死了，那是因为我自己活腻了，绝不会是因为还想要和谁一起同生共死。林不疑是我这世上最最喜欢之人，可我还是我自己。陛下，就算那庶子犯下滔天大错，但念在霍兄全族的情分上，恳请网开一面。若非灵异做下十恶不赦之事，他怎会动手啊？求陛下开恩，开恩呐，陛下！气恼鄙夷是一回事儿，杀人放火是另一回事儿。霍夫人再委屈，凌不疑也不能为替母亲抱屈就弑父我，此事天理难容。案件还未查清，左大人便已断定凌将军是为霍夫人不平才杀人吗？莫非左大人早就清楚来龙去脉？袁侍郎，你是何意啊？你身为廷尉府官员，莫非要为一个凶手找理由逃罪不成？姬大人，你是廷尉，袁侍郎这番偏袒，你管是不管啊？左大人，林不疑所犯的弑父、弄兵、欺隐东宫这些罪名，我们廷尉府自会一一查证。若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，我法王律面前定饶不了他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子申自小养在长秋宫，父皇悉心栽培，我等手足相待，谁看不出来他将来前程似锦，无可限量？他是疯了还是傻了？无故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再让你们这群心瞎眼盲之人声讨他。凌不疑弑父，人尽皆知，难道还情有可原？凌不疑没有弑父。左大人如此义正言辞，可惜第一句话就错了。程氏，凌不疑是你未来郎婿，你今日莫不是为他说情而来？凌不疑何事干不出来？当初为了你，还打上我们御史台。左大人是生怕别人不知你挟私报复，才会一直提醒我们你在御史台挨打之事。陛下，程氏案发之日与凌不疑在一处，请陛下将他一同收监审问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为何说子申并未弑父？回禀陛下，林毅并非是子申生父，子申的生父乃是霍冲将军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子申乃是霍冲将军遗孤，霍无伤。
程少商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虽是凌不疑心腹，但为得脱罪，也不能信口胡言。凌不疑是否是灵异之子，灵异能不知道？霍君华能不知道？陛下，这些年子申无法侍奉在霍夫人膝下，陛下可知其中缘由？那陛下觉得子申长得与程阳侯像吗？子胜长得确实不像程阳侯，更像霍将军。陛下，陛下，躲开！你接着说。说。霍将军之子霍无伤对杏仁过敏，但林毅之子林不疑却最爱吃杏仁糕。那日，霍夫人准备了杏仁糕，来，子申退拒不得，便吃下了。当夜全身起疹子，高烧不退。从那日起，臣女心中隐隐猜测，直到程阳侯寿宴，他亲口告诉臣女，他是已是霍侯之子，霍无伤。陛下，林毅才是导致孤城城破，是霍将军惨死的罪魁祸首。子申做了这一切，只是为父报仇雪恨。那君华，他崔侯还记得霍夫人临走的时候说了什么？不要忘记我们的仇。阿离呀，阿母来找你了。单凭你们只言片语就想定程阳侯的罪，可有证据啊？左大人既然要证据，那不如尽快将凌不疑从山崖下救上来，孰是孰非，一审便知。即便把他救上来，那他说的就是实话了。我如今倒是知道子申的苦衷，他非但没有程阳侯通敌的证据，如今连自己是何人之子也无法证明。程阳侯死了，是死无对证；程阳侯活着，也可一口咬定他就是子申生父。子申亦是百口莫辩。陛下，子申当真是走投无路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凡事要凭证据，这话从程娘子口中说出来，好似我等蛮不讲理。就是你不讲道理。左大人如此咄咄逼人，企图将罪名全部扣在子申身上，究竟是为了泄愤，还是为了公理？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血口喷人！住口！左大人，你究竟是御史还是长舌妇？父皇还在殿上，你在此一直喋喋不休，是想欺君吗？你们都说够了没？他是阿里，他是阿正，自有法子来证明。阿正小的时候，朕曾经见过他，他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胎记，是一个小小的虎头，却有3只耳朵，在子申的后腰下面半寸之处。子申高烧时，臣女为他擦拭身子时，曾见到过。没错，就是那个3耳虎头。哎呀，快派人去把那个树子从山崖底下抬上来。好，带上几个医官一块儿过去。还有寇良，这个树子已经2日没进沂水了。好，陛下。待他回来，朕定要把他捉到他父亲的灵前，痛揍一通啊！他是鬼迷了心窍啊！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啊？非要铤而走险吗？
陛下，凌不疑身上还背着私窃太子殿下虎符、私调兵卒之罪。你想让朕去替阿珍抵罪，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！三殿下，有什么事儿，等我救完子胜回来再说。当心救援之时，有人出手加害子胜。那日左将军一路追杀子胜，期间不曾想过要劝降，更是把他逼到了山崖之处，直接下令放箭。若非如此，他也不会跃下山崖。我明白了，如果他们有二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今日之事，真是多谢你了。待子胜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让他给你行大礼赔罪。放心吧，子胜那样深爱于你，以后一定会对你言听计从的。说说。程少商何在？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我有何罪？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阳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允约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若非带了王府侍卫，怕是都进不来你们曲陵侯府的大门吧？上座，老身更是担不起了。是我府上疏忽了。汝阳王妃地位高贵，无有请帖，也可以畅通无阻。哼，说的真好听。你们这些后生，忘却长辈恩典，不请我便也罢了，竟连未来军姑都不厌弃，是否太不知礼数了？曲陵侯夫人，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。来人，
把他拿下。是。展翅发了，真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。哎呀，夫人。汝阳王妃，你虽位高人贵，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。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，汝阳王妃擅自责罚小女，是否有些欺人太甚？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，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，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，谈不上欺辱。来人，给我掌着程少商嘴巴！是。谁敢？不许！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仪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。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程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呀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。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们颜面羞愧了。哼！
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人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城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城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程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？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妃受审，如今倒是也没发生。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的。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出来了。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儿，你怎么不吱声啊你？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过度玉昌，老子早给他做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管你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长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
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陈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事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事更真些？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陈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他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事可信，他起的事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陈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了。子胜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岳飞，霍宣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夫妇，一有不如意啊，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息，你光说糟糠之妻不下炕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休息？你说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补休嘛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绝婚啊！我为你12亿年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呀，陛下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师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哎呦，
下心生无血，此时你若开口劝慰，休戚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。 唉，若然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时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军前失仪啊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 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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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！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让长阳侯夫人。 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，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